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直播，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，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到12点30分钟，请大家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。那么大家可以提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。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下，主要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出了几个经济数据，一个是这个 PCE 数据是比较重要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这个密西根的就业指数，那个信心消费指数，这个。那这个消费指数远远远的这个比预期要小很多，比之前也要小很多，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呀，这个信心不足。那么，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，所以说这个信心指数，尤其是密西根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话，还是比较重要，市场还是看它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盘，因为在昨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小 B 段在日线上，这个小 B 段已经相对的挺饱满了，我们要提防它，因为结构饱满之后，就是一个上涨的结构出现饱满结构之后，它就可以结束上涨，可以回撤，因为股市嘛，股票就要么是涨，要么跌，要么就在这横盘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如果说能够把握到一个结构相对饱满的时候，你进行相反向的操作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。那么现在日线的顶分型今天又出现了，因为这个6495的话是昨天的最高点，那么今天是跌破了昨天的最低点，也就是出现了日线的顶分型了。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个小 B 段的这个结构，这里是有一个中枢，这是大 A，按照我们的模型，对吧？然后这是小 A，前面这是 A0起点。那么这个小 B 段现在是有可能已经结束了，那就要走回撤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回撤回不来的话，还是3买，还可以继续向上走。如果说拉的比较深，那就砸回来，对吧？那现在这个价格到这个120天或200天有7%左右的一个空间，还是相对比较大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市场等待的还有2个重要数据，一个是下周五一个非农数据，还有大下周还有一个 CPI 数据，然后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。现在主要这2个数据还没有出来，但整体来讲，9月份降息的概率还是25个基点，市场还是这么预期的。那么我们就跟踪嘛，现在已经出现顶分型了，我们就要看它这个延续性能不能够延伸出来一笔，延伸之后再看它跟这个结构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在中枢之上，只可能有3买，在中枢之下只可能有3卖，对吧？或者说就是延续中枢震荡。那么想要进的话，稍微等着这个回撤的这个企稳之后。好的，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，然后看一下朋友们的提问。已经有几位朋友进来了，你好，秦朋友，还有丽丽，他们问，先看一下英伟达，对吧？英伟达我们在昨天收盘那个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简单分析了一下它。我们当时说过，它从日线上，这个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如果说以浪形模式，这个2算2浪回撤的话，那就是一个7浪，对吧？如果说前面这个不算的话，那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也是个5浪。虽然说，在周四的这个最高点没有突破，这个就差0.01就没有突破，所以说不管怎么样，这里都是要回来做中枢，所以说现在不要着急进，不要着急补它，尤其是这个顶分型给搞得特别的强，这是一个强顶分型。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，就是这个第3元素啊。直接杀破了第1元素的低点，这是3元素。
顶底分型都有3元素，对吧？这是明显的一个强顶分型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强弱顶分型，唯一的这个指向就是强顶分型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，它更容易形成一笔，它力度大嘛，对吧？它力度大就更坚决，跌得更坚决，那么它回撤一笔的可能性就更高一点。但这也没有100%的这个对应性，只能是慢慢跟踪它。现在只是看这个出现顶分型了还比较强的，那就我们先等一等，看它能不能够开始有收缩。到前面这个低点之后，168.8到这个168.8附近，对不对？甚至是跌破这个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能有力度，不能带这种快速的往下走的力度。所以说，首先要做多的话，你就要稍微谨慎一点。那么等待它出现有效的或者说这个下跌动能消化之后，你看它的这个 MACD 也是，就这段的 MACD。现在这个张口张得太大，对吧？下冲的这个快慢线张口没有收缩情况下，那么它要，甚至是它可以直接，跑掉了这个图形，我们再把它拽回来，甚至它可以完全再杀到0轴到企稳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下冲的动能没有被完全消化，现在这个 MACD 上，所以英伟达的话要做多的话就稍微谨慎一点。现在没有明显的要做多的一个信号，你起码在这个位置减仓，对吧？在这个位置买了，在这个位置减仓，现在还没有要进场的那个信号呢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有一个听朋友问亚马逊是吧？亚马逊的话，它的财报已经出过了，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，大周期的话。从81.43上涨，现在还没有结构。从这个位置上涨没有结构，这些回撤都不够比，所以说都是一笔。然后周线上应该是比较清晰的结构了。我们看81.43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浪作为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回荡做中枢，对吧？现在就是看它这个离开，它这个反弹也是挺强的，反弹已经都突破了0.618，就是前面这笔下跌的已经突破0.618了，那么有希望再次这个突破前高。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，把其他的清掉，我们只关注最后这一笔，看一下它的内部。走的也是，不是很流畅吧？你看它这里应该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里做了第2个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是不是这样。好的，这就是它的1小时上，在1小时上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清理一下。那么这里是做了一个跟这个大盘的差不多，但是比大盘的弱，你发现没有？这都砸回到这里面了，但是指数那边还没有回来。但是呢，这一笔回来之后，如果说从这里画的话，它是可以当成一笔，然后这里是还形成了一个小300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可以这么画。这种画法就是按照递归的模式，不是从高低点画，就是说你在已经有的图形出现之后，你可以做你的合理的这个合并。或者合理的划分的时候，你像这种，如果说画这个最高点的话，它是不够一笔的。但是呢，它又是一个明显的回落，回到中枢里面来做这个回撤、做回踩的一个确认。那么这个还是应该把它画出来的，对吧？而且它是已经走完的结构，你可以任意来利用这个结合律来结合它。而且这里面这个，如果说不画出这一笔的话，那这个300就体现不出来，对吧？针对这个中枢是出现300的。那么出现300之后，我们要注意，就是，如果说它把这个最高点我给它标注一下，你用这个236这个最高点也可以，用这个最高点都可以，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位置。如果不突破的话，就容易形成3买转2卖，对吧？相当于2次反弹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做，然后走反向。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，这样的话是大周期的一笔上，然后大周期的一笔下。这是
不突破236，或者前面这个第二个更高一点的那个位置，它是有这种可能性。所以说突破前面的小高点与否是在技术上有技术上的含义的。如果说他选择突破的话，那就看他后期的力度是不是有这种123有背驰，可以再回来做中枢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就看，但是现在你看这笔的延续弱，这笔的延续明显弱，所以它更容易在这里就直接在这里做中枢，可能是收缩一个，形成一个收缩三角形之后再选择方向，就在等待这个下周的非农数据以及 CPI 数据。所以针对亚马逊的话，方向性并不强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高点连线，现在刚好也是顶到了这个前面这个两个高点连线上，对吧？尤其是这根就比较明显了。所以说，不能够有效的突破这些的时候，你现在它没有力度啊，没有体现出来任何的强度。看 MACD 没有强度，没有力度，所以说，可以减一减，甚至是我先减一点，然后等待它再次回落，那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可能越来越窄。整体来讲，它的空间震荡的并越来越收窄。这是针对这个亚马逊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有一位何朋友问 Palantir 的话，现在最近也是比较，就是大部分股票都差不多，大部分股票在这个只要不是它有非常坏的公司上面的消息的话，大部分股票都在横在那里没有动静，对吧？那么 Palantir 结构我们其实比较清晰了，下面有一个大中枢，然后它这波的起涨点是在16.4。16.4是1、2、3、4、5，这是周线的第5笔，周线的第5笔或周第5浪。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这个66.12这个位置，这个的上涨有没有结束，对吧？它没结束，那这些回调都是健康的回调，它可以再次突破前面这个最高点，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看一下次级别，那么次级别的结构也是。这是66.12，这是1、2、3、4，这是4浪，然后现在这个第5还没完成，只要不跌破这个142.34的话，这第5笔就能出来。第5笔出来之后，你要观察一下，你可以用这个偷懒的方法，如果不想去跟踪的话，我们一直讲这个黄金分割啊，就是一个偷懒的这个便利的方法，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，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再看。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盯盘的话，可以用它挂单也可以。对吧？到了这些位置弹不上去，那就是一个第5笔的一个反弹，它还会再下来，在这里做中枢，再看它是做了中枢后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。就是现在它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纠结的一个状态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个针对 Palantir， 你要想做的话，那就只能去更小周期了。现在明显在这里有一个中枢嘛。对吧？这么多 K 线在这里横着，肯定有中枢，那你只能用小周期的这个中枢震荡就好了。这里肯定是有个中枢的，你用5分钟上，中枢上方减一减，中枢下方加点，来回做差价，但是这个周期就非常小，就是适合那些看盘的人。我们再看一下丽丽朋友问的特斯拉，特斯拉的话也是，我们之前分析过这个，就是它也是有这么个区间，我们把这个 K 线给它更新一下。这里是又回落一次，然后又反弹了一笔，对吧？它现在也是没有方向，就是也是在这里这个区间震荡，然后你要么再次突破367，你要么再次跌破273，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关键，在技术上我们是有含义的，对吧？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，那就是这个上涨延续；再次跌破这个273.2，就是下跌，成了一个走势类型了，它就有进入段，有中枢震荡，然后有离开，这就是一个饱满结构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没方向，它没方向。那么你要是想做的话，也是一样，去更小周期，它的区间更小了。你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震荡区间，可能也就在10%、16%、15%左右的一个震荡区间，而且慢慢的变窄。你看它后面的这个12%，它的震荡区间在慢慢变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快选方向了，快到选方向的时候了。
所以说，长期拿的话，那就这个底仓就拿着好了，然后拿这个机动仓做一做差价。那整体来讲，没有大行情，现在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的，就是其实区间震荡就是一个更好的让我们来做短差的一个行情。上去了就是区间震荡，中枢震荡，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卖一点，减一点，下方的任意位置或者可以利用这个把这个中枢的中轨也给它加上。对吧？尤其这个很明显的踩到中轨上，所以说，想做这种的话，就是更小周期做，没有大方向，这种就想做差价的话，就是利用更小周期，每一笔就是按照笔来做，对吧？这一笔结束了，内部空间、内部结构饱满了，我再做反向的，反向也有结构了，然后再做另外一段，就是来回吃，来回这个分段操作。缠论是最好的这个分段交易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做波浪，做这个波段 （swing trading），就是好多人喜欢做波段嘛。啥叫波段呢？就是一段段的嘛。所以现在大行情的话不多，大家可以去提问，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。比特币的话，今天又出了一个低点，它把这个因为这个8月26号上周就是这周二这个低点又打掉了。那么比特币现在也是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，周线上的话是已经出现周的顶分型以后连跌3周了，对吧？也是非常空的，就是做空的这个现在气氛比较浓厚。然后月线上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长的上影线非常长，K 线实体也非常大，但基本上全被盖下来了。你发现没有？整个的8月份的 K 线非常的空啊。那么如果说下一个月，因为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，如果说下一个月直接跌破这个低点的话，就出现月线的大的顶分型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坏的，对做多的人来讲还是非常坏的。所以说比特币的话，你也要谨慎一点。现在周线上回落还不够一笔，看一下日线。那么日线上现在就是我们看一下裸 K，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均线，现在是在这个均线之下，就是120天，现在是在120天。你看它前面这里是在120天之上，对吧？这个8月26号这个是得到了支撑。现在这个如果说120天撑不住的话，那就要去200天了。200天刚好是在这个整数10万附近，所以说想要做多的话要谨慎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小周期，这段回落的小周期它是有结构的，尤其是在4小时上。在4小时上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我们之前在这里我们当时分析过，我当时说踩到了这2个均线之后，肯定要弹一下，然后再往下走，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要建议减仓的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。那么它现在一下来之后有结构了，这是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在这里震，你看到没？全是在这个中枢内，现在开始走这个的离开。现在好就好在这段离开啊，现在看不到太强的力度。比如说你前面这段下跌的时候，这个 MACD 的柱子长度很长，对吧？现在看不到很长的这个往下那个延伸，说明它这个动能现在没有那么强。但是呢，它这段要结束，这段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。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内部，看一下30分钟上是有结构的。那么30分钟上，从这个最高点1、2、3、4、5 30分钟上走了一个小五浪，但是呢，这个斜率走的都非常陡，就是这个下跌的这个动能啊非常强，明显抵抗能力稍微差一点。你看这里都是很长的这个大阴线往下砸，
就是现在30分钟上，现在还没有中枢呢，现在就是一个浪形模式。如果弹一下很弱的话，可能还有个7，甚至是出来9。所以说，比特币的话应该是偏空的，有反弹。如果说你要做这种小周期的话，想吃一个反弹也没有问题。如果说弹不上去，它碰不到前面这个小低点，都赶紧减掉，然后它还有再来一下，可能更能够更好一点。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给这个位置的话，可能更好的进场。但是因为它现在是周五嘛，它周末也能交易，所以说它有可能在周末给这么一个进场的位置，或者短线进场的位置。但是呢，大部分人是交易不了的，因为大部分人就是说就买 ETF 吧，是交易不了的周末，只能是你去做合约。但是合约的话风险就太高了。针对大家的话，建议就是持有 ETF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，或者说风险相对来说小一点。而且能把自己的手变相的给捆起来。好的，我们再看最后一个，这个有一位叫 Ovco 朋友问 ITB iShare US Home Construction ETF 建筑行业的一个 ETF 是吧？这个的话，我看一下现在美国的这个，看这个建筑行业的 ETF 能知道美国的房地产应该是房价应该还在涨吧？起码这个建筑行业的 ETF 这些公司的话，这些建筑建房的这些公司，起码它这个图形不差，缓慢。现在是看的周期是月线上，对吧？你看发现没有，它是缓慢抬升的，那个低点在缓慢抬升，每个低点都在慢慢往上抬。所以说这种是我们要的结构，就这种缓慢爬升的是一种非常良好的健康的结构。它的中枢是重心是往上抬的，看到没有？重心慢慢往上走，这种是我们要的股票或者要的这个ETF 也好，这种大周期上每次回落都是好的机会，所以这种是健康的。如果说它是一个缓慢往下走的，那刚好相反嘛。就是现在就看它这个高低点应该是有接触的。83.43，这个最低点82.71，刚好有碰到，这里有碰到，这里有一个月线的中枢，就看现在这个月线的这一笔，也反弹也够一笔了，就看它的延伸度，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，还是说在这里做中枢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是关注的重点，这个最后这月线的这笔上涨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它的这个行业，你发现那个低点在慢慢往上抬的过程中，你就不用那个太紧张，毕竟它整个行业是健康的，大不了就在这个高位做中枢嘛，对吧？那么在周线上的话，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但是不够一笔，周线上还是一笔。但是我们明显在这个周期，我就知道它的次级别明显是这么一个结构，3笔或3段，这个第3段还没位持，它可以来个小的4回撤，再有一个5，就小周期上才有可能结束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上，那么日线这里是有了一个中枢，然后这个还回来了，我们把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给它画出来，对吧？我现在是比较熟练了，所以说不需要就大概齐的每一笔不需要每一笔都去画，就大概齐一看就知道中枢在哪儿。那这个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，这还给了一个中枢的一个小300，对吧？这个还没回来，所以这个是你要想进的话，这是一个最佳的位置了。300出现之后，直接再次拉升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没有进的话，就等个第4，这1、2、3、4，等一个4的回落，看看再能不能给一个小5。5出现之后的话，看它是不是要回来做中枢，然后再打一个高点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如果说一点仓位都没有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被动的，像这种票，因为它已经涨得很大，它完全是在周线上给做一个周线大中枢，回到周线来，它完全是可以在周线上做一个大中枢，在这里做一个，那你现在买的话，可能要等到这段的这个震荡期间就比较大了，也可以利用前面这个，你可以把这个周线的中枢，我们把周线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可以画到这里。
对吧？它上面的空间到这个位置的话，刚好在这个周线中枢的上面，空间并不大。如果说能够上去了，然后踩一下这个中轨，看能不能够起来，或者说直接再下来也行。反正整体来讲，就是如果说你想做长线的话，就看着周线这个中枢就好了。周线中枢下面多在这个中线以下，或者说这个下线附近买，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追高，因为它毕竟你买的是 EDF 嘛，它这个每天的震荡区间并不大。像这个是8月22号是涨了5%。整体来讲，它的这个如果说你想跟踪它的话，就不要单纯的做短线。像这种公司、这种 ETF 的话，就其实定投可能更省事儿，对吧？每次尤其大的回档的时候，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的时候。但如果说又想打短差的话，就可以用日线就够用了。好的，这针对这个 ITB，然后我们再看一眼这个，还有4分钟左右时间，好多人也关心这个以太币，我们也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它的结构。以太币在8月份明显是比比特币的这个动能要强。8月份以太币是涨了17%点，现在涨了17.24%，之前涨得更多，对吧？它明显这个更活跃，这个尤其8月份它是明显的活跃，这个可能把资金都吸到这个以太币那边去了。那么我们之前说过，它日线上这个结构，它这里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三买，日线上有个三买之后，然后又开始往上走，它这个明显是走出来一个三买之后的一个背驰之后，这是一个中枢嘛，然后一个三买出了一个五浪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五浪之后出现了一个触及这个5000，将近5000这个整数位的这个下方，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顶部。那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，对吧？但是它明显比比特币强，比特币是已经跌破了前面那个小低点了都，它现在还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说还是明显比比特币要强势一点。这里看它能不能企稳。它如果说把这个跌破的话，也没有太大关系，只要没有力度，就是在这里做中枢。做完中枢之后，这是已经 A 中枢、B 中枢，看看做中枢之后能不能再往上选。只要它往下走的时候没有力度就可以这个大胆的去买回落，对吧？但是不要去追它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结构相对饱满的一个上涨之后，你一追就很容易追在最高点，对吧？追的话，你可以在刚离开中枢的这些位置去追它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。那么还有2分钟左右时间，我们这个可以再看一个。昨天有这个朋友问的这个也是跟虚拟币相关的这个 CRCL， 这个的话，我们当时昨天说这个盯着15分钟就好了，对吧？15分钟上有一个中枢，然后呢，它这里刚好是在这个200均和120均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当时说，只要不能够它回落的话，要注意有没有三买。那么在这里走的非常纠结，它这段走的非常纠结，在5分钟上是有这么一个小中枢，但是呢，今天又尝试多次突破200均线都没有，尝试过几次都被打下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想要有空间往上走的话，必须要站上这个，起码站上200均线，200均线站上之后，后面的空间才能打下来。如果说它这次很多次的回落的话，它每次反弹又不够一笔。如果说你用递归的模式的话，其实可以递归到这个位置最低点，也就是踩到了120均之后，从这里画或者从这里画，针对下面这个小中枢的话，都是300，对吧？那么它反弹也够一笔，所以这个结构其实就可以结束。进入段，离开3段构成的这个结构，它可以在这里就结束这个反弹，然后看它后面的回落是要一个3段回落，还是说直接再砸回来，然后这个空间就震荡的空间大一点。就整体来讲，它还是处于偏弱状态。这个稳定币的发行商，这个 Circle Internet Group，
偏弱。你看它现在已经有4天了，出了日线的底分型之后，已经有4天了，还是非常小的一个，非常谨慎，对吧？它这个看出来做多的这个情绪是非常谨慎的。那么它完全是可以把这个底分型再次打掉，相当于这个小周期有一个中枢，然后再次跌破之后，然后再杀回来。所以说现在没有看到明显做多的这个情绪没有。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，就要快进快出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到了美东时间12点了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